השגנו ניצחון היסטורי, והניצחון הזה יעמוד לדורות.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最近啊，这个以色列跟伊朗那个事儿啊，那是闹得全球都是跟着提心吊胆的。哎呦喂，当时那个气氛啊，真叫一个紧张啊！这我身边的朋友啊，那都是天天抱着手机在那边刷新闻啊，这一个个的都跟这个军事评论员似的在那边头头是道的分析啊，什么这第3次世界大战导火索了，或者是什么中东火药桶要炸地球了，还有什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一封啊，这明天的油价得飞上天，这早饭都得多掏2块钱啊！反正就是说，感觉这个天啊都要塌下来了。这结果呢，这个仗啊打了足足12天，这眼瞅着大家这个瓜子儿都准备好了，哎，就等着看这个连续剧大结局了。他突然咔的一下停了，你以为这就完了 ？No No No， 真正的好戏啊才刚开始呢。我跟你说啊，这已经不是一场战争了啊，这简直就是一出高潮迭起、反转不断的喜剧。没错啊，你没听错，就是喜剧。那为啥这么说呢？是因为参战的3方啊，这个以色列、伊朗还有那个到处劝架的美国，这个打完之后啊，你猜怎么着？这一个个都跟打了鸡血似的呀，春风得意啊，满面红光，对着记者就喊啊：“我们赢了，我们赢麻了！”我的天哪啊，现在都跟这个印度学生了是吧？当时我就懵了啊，这个打仗还能打出个3赢来？今天咱们就来好好唠唠这个事儿。先说这个以色列这边啊，好家伙啊，这个仗一停啊，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啊就立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清了清嗓子，用一种老子天下第一的口气啊宣布，伟大的以色列超预期、超额、超水平的完成了所有的既定目标。嚯，这口气啊，真不是一般的大啊！那具体怎么个超法呢？人家说了啊，伊朗那2个心腹大患啊，一个是核武器，一个是导弹。现在啊，经过我们这12天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这2个威胁啊已经被彻底消灭。彻底消灭，朋友们，这词儿啊听着就霸气啊！而且啊，他们还绘声绘色这个描述啊，说这个全世界都看见了啊，他们的飞机是怎么嗖嗖嗖的飞过去，那他们的炸弹是怎么咚咚咚的落下去。这个伊朗的不少将军啊，还有那些宝贝的不得了的核科学家啊，据说差一点都被一锅给端了。我听着就觉得这哪是打仗啊，这简直就是真人版的水果忍者啊，这一刀下去全没了。这最后啊，这以色列官方声明里啊，还扔出了一个王炸，他们把这次行动啊叫做崛起的雄狮行动。你听听这名字啊，多威风啊！这声明里说啊，通过这一次行动啊，这以色列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并且成功啊跻身世界一流大国之列。我的天哪，这说的简直是重大胜利啊！感觉明天联合国安理会啊就得给他们加个座啊！所以啊，在这个以色列人民看来，他们的政府宣传里啊，这一仗啊那是打得值、打得妙、打得呱呱叫，直接把这个伊朗就按在地上摩擦呀，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赢了啊，那必须是赢了啊！哎，你以为这个伊朗那边会愁眉苦脸啊、哭天抢地吗？错！大错特错！先别急着给这个以色列鼓掌，因为伊朗那边啊，人家也是开了个庆功会啊，那气氛啊，同样是热火朝天啊，斗志昂扬。这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啊，也是站出来发表讲话了。这人家是怎么说的？人家说啊，我们英勇的伊朗武装部队啊，对敌人的无耻侵略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邪恶行径。你听听这措辞啊，这伊朗说了啊，谁说我们输了呀？我们把导弹成功的打到了这个以色列的本土，把这个以色列炸了个底儿朝天，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啊！我们还顺手把美国在中东最大的空军基地啊乌代尔基地也给炸了。放眼全世界啊，你给我找找啊，除了我们伟大的伊朗，还有哪个国家有这个胆子，敢同时跟2个硬茬叫板？还有谁？你说这逻辑是不是也说得通啊？这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呀！我虽然可能被你们打得鼻青脸肿，但我抡起板砖也拍了你的头。这气势上我就没有输，而且啊，这个伊朗还提出一个更高维度的胜利理论。他们说我们这一打出了和平。你看啊，最后是不是以色列和美国都同意停火了？那不就是被我们打怕了吗？他们要是不怕，怎么会主动求和呢？是我们呀，用拳头逼着他们回到了谈判桌。这简直就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现代版解释啊！所以啊，在这个伊朗看来，他们才是真正的赢家。那不仅是秀了肌肉，还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停火。这不是重大胜利是什么？好了啊，2位主角都说自己赢了。那咱们这出大戏的总导演啊，美国，特别是这个董王川普啊，他是怎么说的？
我跟你说啊，这要论赢啊，前面那2位加起来可能都比不过这个川普，人家那都不叫赢啊，人家叫赢麻了，这是人家的专有特权啊。这事最逗的地方就在这儿，这全世界当时都觉得美国下场炸这个伊朗的核设施，那这个伊朗肯定都气疯了呀，下一步100%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让这个全世界的油价坐上火箭啊。结果呢，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啊，这个川普突然开了个记者会，跟这个变魔术似的，笑眯眯的宣布啊，大家别紧张了啊，都把这个心放回肚子里。以色列和伊朗他们俩同意停火了。这个全世界的记者当时都傻了，手里的笔都掉了，啥玩意儿？停火？怎么就停了呢？他先是故作深沉的说啊，我知道这个大家可能都觉得很讽刺，但事实就是，如果没有我们美军 B2轰炸机那次完美的、漂亮的、精彩绝伦的深夜空袭，我们根本不可能达成今天这个交易。他接着说啊，正是那次完美的打击，让所有人都清醒了过来啊，把他们团结在了一起，然后交易就这么达成了。你听听啊，你品品啊，这是什么神仙逻辑啊？我把你家给炸了，你不跟我拼命，反而还促进了我们之间的团结，最终达成了交易。你说这是两国关系吗？我怎么听着像是2口子在打架，越打感情越好呢？这川普还嫌不够，又开始绘声绘色的描述细节啊。他说呀，这当时的情况是，以色列的总理和伊朗的最高领袖几乎是同时联系他都向他求助和平，我们要和平。川普说他这么一听大手一挥，我知道了，时机已到。好家伙，这画面感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讲《教父》的剧本呢。他不是总统，他成了这个全世界的和事佬，是这个中东地区的和平哥。那记者就问了总统先生这个伊朗后来不是报复性的袭击了咱们在这个卡塔尔和这个叙利亚的基地吗？那这怎么说呢？你看这个川普是怎么回答的那叫一个滴水不漏他伸出了2个手指头，说这第一这个伊朗的报复没啥损失，就跟这个拿水枪滋了2下一样，毛毛雨了。这第二呢，我得感谢伊朗，为啥呢？因为他们在动手之前提前给我们打了招呼告诉我们他们要往哪儿打了，多够意思呀！我当时听到这里，我真的是太无语了这一场中东大战打到最后，这美国总统要站出来感谢伊朗的不杀之恩，这已经不是喜剧了这是魔幻现实主义。那当然这个川普他也不是一直都这么乐呵呵的，那他也有发火的时候就在他宣布停火之后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也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收到通知，还是已经杀红了眼这2个国家居然不解风情的又你来我往的打了很多炮，这下可把这个川普给气坏了，他直接就当着所有记者的面没控制住，还爆了粗口。 They don't know what the they're doing. Israel, as soon as we made the deal, they came out and they dropped a load of bombs, the likes of which I've never seen before. The biggest load that we've seen. I'm not happy with Israel. You know, when I say, okay, now you have 12 hours, you don't go out in the first hour and just drop everything you have on them. So I'm not happy with them. I'm not happy with Iran either. You know what? We basically have 2 countries that have been fighting so long and so hard that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doing. You understand that? 他一边骂这个伊朗，一边骂这个以色列但感觉骂这个以色列骂得更狠。他说我们刚达成协议刚说好，这个以色列就立马出动了飞机，这唰的一下投了一堆的炸弹我从没见过这么大规模的轰炸，我对以色列很不满意，当然我对伊朗也很不满意。那潜台词就是我都喊停了你们俩怎么还不停手？特别是你以色列，你小子太精明了，你是不是想趁这个停火协议还没正式生效，再多占点便宜把这个伊朗往死里打呀？不守规矩太不守规矩了。这个川普这一通火发完，你猜怎么着？嘿，还真管用这个以色列和伊朗立马就老实了，双方都公开表态说好的好的，我们一定遵守停火协议。这下川普高兴了转怒为喜，那叫一个快我看见他发完火没多久就立马在他的推特上转发了一条一个美国国会议员的推文。那推文写的是啥呢？在此我郑重推荐唐纳德·特朗普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川普乐的估计嘴都合不拢了。他可能觉得你看没有我这个中东能和平吗？我这一嗓子比什么都管用这诺贝尔和平奖舍我其谁
当然了，这伊朗那边的媒体他也没闲着呀，他们披露了一个内幕消息，说这个川普根本就不是什么强硬，而是用一种近乎乞求的方式求着这个伊朗和以色列停火。哎，你看看，这叫什么事儿啊？哎，你说这不是喜剧是什么？三方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故事。这最后咱们来个总结啊，这第一点这事真的是太快了，快得让人眼花缭乱跟不上节奏。这前一天还在看这个新闻觉得这两个国家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仇人那恨不得把双方从地球上抹掉结果这个一觉醒来第二天人家俩就跟这个欢喜冤家似的，相逢一笑泯恩仇了。这感觉都不像是在打仗更像是咱们过年放的一场这个超大型的烟花秀就是你放一个二踢脚，我放一个窜天猴，比谁的响比谁的亮。这放完了，各自打扫卫生回家睡觉了。这最神奇的是放完烟花，三方还觉得自己是全场最佳，都觉得自己赢麻了，而且还一个个的都挺大度，心里想既然我都赢麻了，那对方想不玩了，我也就见好就收呗，给他个面子这是不打不成交难得。这第二点说实话你不得不佩服川普这感觉要是没有他这场仗十有八九都打不起来。你想这个以色列敢这么大张旗鼓去打这个伊朗，那背后肯定是有他点头或者默许但是反过来说那要是没有他这个结局也不会这么戏剧性先是这个美国突然下场参战，然后呢又是这个川普突然跑出来跟按那个遥控器似的按了暂停键，把这个全世界都给看愣了。他跟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真是应了那句话，欢喜冤家。有时候我在想再过几年等他彻底离开这个政治舞台了，这个全世界会不会觉得有点不适应？就像是你天天在追的这个连续剧突然大结局了，这心里都会空落落的呀。还有一个第三点咱们一提到这个中东，脑子里想的是啥？是战争，是冲突，是眼泪，是悲剧。几十年来都是这个印象这次以色列和这个伊朗这12天的战争也是死了人毁了东西，这毫无疑问是一场悲剧。但是你从最后这几天的变化来看它又确确实实像一出荒诞的喜剧。这三方都喜气洋洋的，都在庆祝自己的伟大胜利。哎呦，我甚至都怀疑你说他们会不会学这个印度各自往这个全世界派遣什么圣域宣讲团去到处讲自己是怎么赢麻的。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来了，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这事对这个川普来说太简单了，如果停火能继续下去他就会叉着腰说，看见没，又是我又一次带来了和平。那诺贝尔和平奖要是不给他他估计真能把那挪威议会的这个屋顶给掀了那如果停火被破坏了，两个国家他又打起来呢，他肯定也有话说看见没我说什么来着？缔造和平是很难的吧？但别怕只要有我出手他们还得听我的，还得听火。反正这横竖都是他有理，横竖他都是赢家。所以虽然咱看着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但是转念一想看多这个中东的悲剧和血泪，偶尔来这么一出喜剧让大家乐呵，换换心情，好像也挺不错的。这川普这老头看来你在这方面还真是大有可为谁知道这之后还会有什么更精彩、更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情节呢？咱们就搬好小板凳，继续吃瓜看戏吧。好啦，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啦，你觉得谁赢麻了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